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。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。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，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要去马场？我又不傻，啊，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，我知道，当然要参加了。你倒是说清楚，你为什么大晚上还要去马场啊？你有没有发现啊？那个马棚在外面看上去挺大的，但是进去之后呢，里面的空间有着严重的压缩。你是说，那里面有密室啊？我拜托你好吗？你是个法官，你的措辞一定要严谨。我没有说有密室，我只是怀疑，所以要去看看嘛。还有一个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在我靠近那个草料的时候，这个李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发作了，所以通过前面这些点，我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，要是你说的那个密室真的存在的话，肯定就跟那些草料有关系。果然是高手啊，逻辑思维也太缜密了。你看那图纸，长宽高都精确到厘米了。这是严安阳的功劳，他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公式，就把这数据都给算出来了。行啊，严安阳，外表看起来憨憨傻傻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了啊！哎，你说他这算不算典型理工男？麻烦你啊，收起你那个压抑不住的兴奋，好好坐着，晃来晃去的，我后视镜都看不见了。到了，停车啊！不能停门口，别往那儿看了。确实不能从大门进去，容易打草惊蛇。你还怕打草惊蛇呢？就你刚刚那车门关的，别说蛇了，蟒都被你惊醒了。你在这等着，我爬墙进去。凭什么我也要进去啊？你有毛病吗？你进去干嘛呀？夜探马场哪能少得了我欧阳露露？欧阳法官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自己进去，我随时能开溜。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可顾不上你。在这等着。我不需要别人照顾，要不然咱俩现在一起进去，要不然我现在就给楚天乐打电话。行，你跟我一块儿进去，但是说好了啊，你就紧跟着我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自己先躲好，你别管我。行，明白了。
往外踩一点，你别踩里边。使劲啊！不行，又怎么了？齐法官，要不然你还是自己进去吧。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？那刚才谁说的呀？不用人照顾。那不是有狗吗？你看大狗又叫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从小就怕狗。越探马场多刺激啊！刚才谁说的呀？你这样，我先进去摸一摸，摸清楚情况，我给你发消息，等到确认之后再报告啊。哦。来。你也不怕我给你踩骨折了呀？小心！今天晚上这狗怎么老叫？不行，把大黑关屋里边了。喂，喂，楚厅长，我要跟你汇报一件特别正式的事儿。你说。我和齐法官现在在鲲鹏马术俱乐部。你说什么？你看，马棚灯怎么亮了？
看看去。干什么呢？下来。好，快点。别紧张，我不是坏人。哪有坏人说自己是坏人的？你是不是来偷马的？别废话了，揍他！我。住手！住手！这法官都在哪？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麒麟，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，我还以为他是来偷马的呢。全部带走！哎，带走！他也没说自己是法官呢，这不是。啊。副院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回去把课外手续补了，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我把人带走了。副院长，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，确实是我的不对，但是事出有因。我是看了视频之后，我发现这马棚结构上有点问题。而且呢，我也怕要是晚了，这小马被转移走了，那后续的执行不就更困难了吗？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齐法官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出卖你，让你挨骂。我在外面等着，天那么黑，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关键那狗一直叫，后来叫得越来越凶了，而且那里面还传出来叮叮咣啷的声音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因为我实在没忍住，我就给楚厅长打了电话。你要实在是生气，要不你骂我一顿。我实在是没想到，我骨子里居然有叛徒的基因。谢谢你告发我，要不是你向楚云汇报，今天晚上这事儿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发什么呆呢你？你说，齐法官他怎么就能发现马场有密室呢？那还不简单，因为人家是麒麟齐法官，刑庭来的。所以啊，还得是刑庭。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刑庭。拖地呀！拖地不简单。走。走，走。
齐法官呢？被赵局叫走了。楚厅长呢？一块儿去的。楚厅长今天脸色特别不好。完了完了，这多大点事儿拿炮轰啊！能在内部解决就在内部解决吧，还非得往上报。聊什么呢？啊，今天不是录大餐时间吗？跟我商量说吃点啥？哎，火锅行不行？心真大啊，还有心思吃？都什么时候了？哎呦，抱歉，让沈处长久等，路上太堵车了。没事，知道您忙。哎，看菜好了没？好的，陈总。哎呀，陈总好雅兴啊！所谓乱世黄金，盛世文玩，没想到您这儿藏了这么多好东西。我这纯属是附庸风雅，讲路啊！不像沈处长，您可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。哎，请坐。陈总过奖了，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学过几年，后来就没有深研究。我是有眼力没财力，干着急。我是有财力没眼力，瞎着急。陈总。哦，你先接电话，我去看菜。哎，陈总不用，一些糟心的烂事儿，我都懒得理他们。冒昧的问一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，让你这么糟心？我之前不是主抓了一个公益项目，永康健身器材厂吗？好事儿吧？啊，结果没想到让下边的分包商把项目干黄了，现在还出了官司，着急把厂子卖了顶账。这不，现在让天成律所的崔律师给他们找买家呢。哎，那个厂的地理位置好像还不错呀。何止不错呀，陈总。那我说这个卖厂子的老板就是个蠢蛋，早不卖晚不卖，偏偏这个时候卖。你知道下个月市里就要公布晨光广场的开发计划了，这个我不能再多说了，陈总。再多说我就要犯错误了呀。哎呀，喝这个茶，我新倒的。陈总，沈处可以入席了。啊，行吧。好，行。4匹马驹已经托管给南安马场代养，现在就等司法拍卖了。市场估值的拍卖价格应该能够还清本案的欠款。祁连，不错啊，你看看，他刚到你们执行2厅，就直结了一个棘手案件，他是你们的福将。还有第2件事情。我认为，在本次的执行工作中，麒麟法官的行为严重不符合执行规范。他刚来，规范不熟悉，你教他吧啊！祁连，你得重视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。是，对，我说他。你少和稀泥，没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。麒麟擅自行动，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。咱们俩说好的，他有1个月的试用期。这已经是他第2次犯错误了，这种人我管不了，我们执行2厅庙小装不下他，我要求现在就将他调回刑厅。你嚷什么嚷？调走？这是院党组的决定。那人事变动，那是儿戏吗？哎呀，这。不管怎么说，麒麟有过啊，也有功，没有他，你这个案子能执行得这么快吗？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。怎么了？
吃坏东西了，这什么副作？你们俩呀，有什么话慢慢聊，对不对？慢慢谈，那都是工作啊。起立，做检查，深刻点啊！该教育教育，该批评批评啊！你错了吗？你会错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来找事儿的。执行规范你看了吗？看了，我一直在认真的背。背了不遵守，有用吗？程序是什么？程序是安全的保障。擅自行动，事先不报，在你来之前，池清二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。我向你道歉。你不用向我道歉。你替欧阳露露想过吗？昨天晚上的行动，但凡出了点什么事儿，什么后果呀？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道歉吗？我改，我真的改。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，条文不是摆设，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。你可能觉得这很枯燥，你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花式表演炫酷，但我告诉你，那是个人英雄主义。我没这么想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规范背熟之前，你不许再出外勤。沈处长到了，还辛苦李总亲自送我回来，谢谢，回见。哎，稍等。偶得一件古玩，不知道是不是宝贝，劳烦沈处长帮我长长眼。你这，哎呀，总受陈总的熏陶，那我也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啊。您啊，务必帮我这个忙。好，那这样，李总，你多给我点时间，我好好帮你甄别甄别。回见。沈处长，哎。务必小心拿好。哦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。啊，谢谢啊，李总，回见。我的行为给执行二庭惹了麻烦，同时给执行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。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。今天我在这儿，虚心且真诚地接受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。我也要检讨，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提醒齐法官遵守执行规范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。我没有遵守纪律，下不为例。那大家看看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叶轩，你说。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严重违反纪律。那也不能这么说，齐法官也是为了争取时间，怕他们转移财产啊。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。你们应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报告。你们先去前方蹲守，防止财产转移，等大部队抵达再开展执行。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，有密室呢，只是我的推测。如果这个推测是错误的，那不是给大家添了更大的麻烦吗？执行法官的每一个推测，只要有证据支持，就都不是麻烦。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推测，也得报告。少说两句行吧？人不是都前一天也回来了吗？人也没事儿啊。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最基本的风险规避。别事后诸葛亮了，人家欧阳露露在最后关头是不是打电话给楚厅长了？这是亡羊补牢啊！你这是狡辩。
如果是我出发之前，这个电话我一定打，而欧阳露露却选择在最后关头才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悬崖勒马。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样。你连外勤都不出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怎么没出外勤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我什么时候我没出外勤了？你别人身攻击，好吧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说。景泉街道排除妨碍你没去，安竹大厦清退你没去，罗广顺上个月强职你还是没去。上个月那是因为我休假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给我闭嘴！是他们俩检讨还是你们俩吵架呀？咱们回归正题啊，我惹的祸，我在这儿呢，再一次跟大家赔个不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6个月嘛，很快就过去了，请大家再忍忍。齐法官，这和时间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。我仍然认为，在我们执法过程中，安全意识最重要。我理解。齐法官，就是叶轩这个人啊，他脑子跟嘴不是一个系统，不太会表达。严安阳。欧阳露露，麒麟，你们俩的口头检查我听了很不满意，必须写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，明天早上交给我。散会。谢谢啊，我记在心里了。你的批评非常的深刻，而且在理，特别深刻，感谢。再忍一忍，忍一忍。陈总，过来喝茶。好。是不是想问我，为什么那么看重沈四方？他是住建局的处长，也是晨光广场项目开发的关键人物。沈四方这个人啊，自视甚高。他之所以跟咱们接触，是看中了启伦集团这艘大船。但是，水面越宽，咱们这艘大船才会行得越稳。启伦集团今后的发展，一定要顺应政策。咱们跟他接触，是要消息，要政策。陈总，咱们上来就这么大方，那个沈四方不会把咱们当成冤大头吧？你知道这个消息值多少钱？10个亿。就那破厂子，在你眼里它是个破厂子，在我眼里，它是把金钥匙。我们能不能顺利进这个局，全靠它了。咱们不就那块地吗？费这么多功夫干嘛呀？藏锋敛锐。如果摆明了，我们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是做了一个赔本买卖，那同行怎么看我们？沈四方说了，马上就要公示了，所以这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给我拿下。李总，这边请。这边。李总，请。谢谢。天成律所是青港律师界的翘楚，我们真诚的希望与天成律师事务所进行战略合作。李总高抬我了，沈处长给我打了电话，
能有机会为启伦集团这样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永康健身器材厂法律业务是您代理的吧？过去是，现在我打算退掉。千万别退，赶紧帮我接洽一下，因为启伦集团有意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。收购？李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永康健身器材厂最近麻烦比较多，债权债务也比较混乱，我建议还是要慎重。我相信，债权债务再多，崔律师也能捋清楚；麻烦再大，崔律师也能摆得平，对吧？崔律师，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收购，要底价。至于天成律所的酬劳，我们按市场溢价50%。启林，吃点水果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工作不顺呐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哎呀，之前你在刑庭的时候吧，天天加班，没一天准时准点回来过。哎，你说你这2天啊，只要到了下班的点儿你就回来了。这我心里啊，可不踏实了。我之前加班，你有意见；我现在轻松一点，我不用加班了，你又有意见。我说姑妈，你最近观察力挺强啊。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？我是担心那个女庭长给你穿小鞋儿。你看她把我抓了，你现在又到她手底下工作。这心里面我就觉得别扭。他要真敢给你穿小鞋啊，你说他大小是个领导，太没有素质了，那就。你也别怕啊，麒麟有姑妈在，他不敢欺负你。我这一句话都没说，你在这猜了半天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人家怎么可能给我穿小鞋呢呀？人家重用我都来不及。那我问你，你这2天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？我每天我就端茶倒水啊，我要是倒早的话，我就给他们打扫卫生、拖拖地啊；我要是倒晚了，我就给他们整理文件什么的。麒麟啊，端茶倒水、整理文件，你还扫地，这叫重用你啊？这分明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儿。我找你们领导去，给你换回刑庭，不能在他手底下工作。听我说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怎么还当真呢？什么开玩笑？你这样啊，我以后呢，我每天我都加班，我没事我找事儿，行吗？哎，行了，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啊，姑妈，我事情我处理好了啊。哎，麒麟，对，我知道了。这孩子。今天约咱们这李总在启伦集团什么级别？说能干什么呀？副总裁。那算几号人物啊？董明啊，我不知道启伦集团为什么会看上你这破厂，但你今天要想谈得顺，就别那么些问题。破不破的咱先不说啊，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我就卖是吧？现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我，对吧？我没说错。听崔律师说，董老板正在给永康健身器材厂寻找买家，我们启伦集团呢有意收购，不知道董老板准备怎么开价啊？不知道启伦集团这边有什么心理预期？以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经营情况来看，值多少钱，我相信2位比我清楚。都是熟人，不用绕圈子。我也希望董老板给一个实在的价格。
李总痛快。既然启伦集团诚心想买，董老板也真心想卖，我也不隐瞒了，之前的报价是2000万。没错。之前的报价的确是2000万，但是李总您看啊，我们厂呢这2年新增了不少设备，而且呢吸引了一些新的注资，所以现在的报价3000万。是这样，这几年明总确实在不断的投入，再加上别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，不然他也不会轻易出手。如果在价格上跟启伦集团的预算有差距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对，完全可以商量商量嘛。但是我就是觉得呀，这商量来商量去，这恐怕价格上没有多大浮动了。行，我听明白了。董老板的报价呢，确实和我们启伦集团的预算有些差距。这样，我回去和股东们商量商量，争取早日给你们答复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李总，我等您的好消息啊！李总，你疯了？就你那个破厂报3000万，来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？是商量好了，但咱是不是也得随行就市啊？这做生意有来有往多正常啊！再说人家什么企业呀？启伦集团那是大企业。我刚才我报3000万，我都觉得我报少了。崔律师，这事儿您要帮我谈成了啊！别说您那点律师费了，我佣金是不是也得多给您呢？就你这个谈法，还想谈成吗？我当然想谈成了。陈总，怎么样？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老板董明啊，我看他就不像个老板，连个混混都不如。崔天成报价2000万，结果他张口就来个3000万，这不就是觉得咱们启伦集团有实力，摆明想讹咱们吗？ 3000万，人家都出招了，下面就看你的了。林总，请。林总，您放心啊，这所有的厂房都有人，所有机器都开工了，都照您吩咐啊。哎，这么摆不行啊，太乱了。正在收拾啊，您去吧，赶紧收拾啊。这。 这些工人都是新换的吧？以前一个没留吧？您放心，一个都没有啊。这些原来的都是赶走了，这些新来的都是临时雇的，交补银子还行。你确定这些都交过？哎，叫人啊！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老板好。啊，前天下午来了一批人，说是启伦集团派来的。 幸亏当初都听您的，全安排好了。您放心，一点破绽没有。董明，董明，董明，给我出来！董明，这帮雨伞怎么这是？老板，这是，这是。董明，我这样，别跑，别跑！谁？董明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，董明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 大家过来一下。永康健身器材厂出事儿了，董明今天去谈股权转让，却被讨薪的工人控制起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现场处理一下。李安阳，马上通知少军。叶轩、田家、张天野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。
露露，你把刘大明侵权案的报告写好，明天早上交给我。好。楚厅长，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规范背熟了吗？390页啊，一字不差的背下来，不可能。刘大明侵权案涉及到263个当事人，你想包通宵就把这个报告写完？哼，不可能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！刘凡，咱们今天把董明给抓住了，咱们让他说这个钱到底还不还？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拿出！兄弟们，我知道我欠了你们点工资，啊，我已经想办法了，我筹了一些，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啊！你怎么带头闹事儿了？这样多危险！跟孟处长把我给放了，咱们好好商量啊！你放开！你想得美！今天你要不把欠我们钱给还了，我先拿铲子给你拍扁了，再一块一块给你写碎了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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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糊弄我们，我们现在就要！对，把人给我出来！快钱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激怒他们。喇叭给我。冷静，冷静，大家请冷静。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法官，我叫楚云。你们俩先把手里东西放下。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、失语的、热闹的、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、抢救的、强力的、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、安静着、吵闹着、混沌着、崩溃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，百折不挠，照亮你和我。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，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百折不挠，照亮你